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2号。这两天的视频是想到了有可能比特币主力盘中会跌破这个白色箱体的支撑，收盘价格会收上来。我也是没想到真的主力就按这样子来波动。那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重新返回到这个箱体的压力上方，而且前面有跟大家提，就昨天的这一个位置是8天的一个变盘窗口，包括昨天视频有再跟朋友们交代，你如果在这个位置要做多，现在是有对的一些朋友，我是希望朋友们你可以拿一部分抱成长线，反手设在自己的成本位，或者今天视频利用这一张图表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个人不选择做空，因为1000倍的利润吗？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序 Discuss 社群上面，昨天波动的时候也是没有给出信号啊。上一次$31,600，英文是同步 Bitcoin go short sell high， 到最近也没有再给出程序交易的信号。那不然我的观点，视频上面有时候提的一些买点的位置有做对的话，我是希望朋友们你这个位置可以一半一半来对待，问自己的仓位。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既然现在价格是在8天的一个变盘窗口，因为这一根下跌也是聊了有几天，正常的空方走势它能这样子横盘，就是多方主力在主导整个市场。如果是空头的市场，谁见过一根大跌而且是破箱体还能这样子来横的？前面是一直在给大家信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些位置也是跟大家讲，空头的市场你观察一下，它这样子区间破位以后，哪里有这样子继续横在一条直线上，或者是像这种箱体空间破位以后，哪里有这样子横个7、8天，所以这种是空方主导的市场，就是有空方的主力在主导的整个市场。那现在昨天是再给大家重申，能走成这样子横成一条直线，就是多方的主力在主导。它现在不光是收盘收上来，把这一个箱体8天转折就重新回到这个箱体，这个位置现在确定就是陷阱啊！陷阱既然是一个箱体破底，会不会往上翻到这个平台？那我们就要再猜测一下主力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可以从上一波整理形态里面去找线索，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聊的，就是上一波这一个箱体整理的形态，从里面去找线索来判断主力目前的一个形势，也就是箱体破位1天回进去，破位2天回进去，它也没有重新再突破这个箱体的上沿，因为什么？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时间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其实也是60天左右啊。它真正在这一个破底方的位置，最终是走了接近90天，包括这个位置后面跌破上去，也是没有重新走一个破底方，最终是在这个 25K 的位置。提醒朋友们，下降楔形形态是看涨的，就是这个低点买的话，一定多单要给我抱住。所以现在的一个形态，我们从上一波整个箱体，也就是它破位、破底方没有翻到这个矩形上沿，后面是时间拉到位以后才翻到这个矩形上沿。所以现在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从这根 K 线继续计算，目前才40天，有可能就是从上一波的走势里面观察到的线索，它走破底方也不一定会再翻到这个平台上沿。当然我也是希望它最好是能给我这样子真的就破底方一路给我往上涨上去，因为现在也是在满仓的结构，只不过事实摆在面前，或者是一些线索告诉我们主力有可能还是非常的坏，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时间真的整理到位，或者我的观点是短线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它这个箱体也算是一个压力位哦。然后我们今天重点利用周线的这一张图表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也就是比特币从 15K 一路涨上去1倍，不管是 20K 或者是 25K 或者是现在 28K 或者 29K， 我知道比特币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看空这个比特币，或者是觉得比特币涨高了1倍，有可能是不是要跌下去，可不可以做空？那首先我们从周线里面来观察，我们就单看比特币当下空间的形态，如果再去配合大环境，什么是大环境？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或者是美国那边的 CPI， 这整个1年多大头肩底的形态，你配合市场的环境，
25K 颈线的压力都已经突破的情况下，就算你从 31K 这个位置做空，反手你设一个 10%， 你可以去计算一下到 25K 自己的一个盈亏比，就这个位置是 25K， 差不多也就 18% 的一个利润啊。那跟你做多的一个利润去比，因为现在整个趋势是明摆在这边，就是历史上有这种经验，1年多的下跌，空头的走势转为多头的走势，真的要指望再下去吗？是19年是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它这个1年多的空头下跌，这边是涨了3倍，后面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下跌，就是跌了接近 50%。 那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也就是比特币当时在2020年2月份左右，这边我们就以1万美金的价格来计算，你去做空，从高点设一个 10% 的一个反手，然后空单的利润你可以滑到比如说5000美金左右吧，可以观察一下这边空单的利润也就 50%， 觉得多吗？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做多的利润呢，如果从这个位置的低点，它是在1万美金附近，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涨1倍的位置差不多是在2万嘛，因为刚刚跌的话空间也是跌了接近 50%， 这个位置那涨1倍呢，就算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盈亏比是 100%， 所以跟 50% 跟 100%， 或者是就这个位置你真的去做空，它跌到 25K 吗？我是觉得 25K 根本就不会再跌下去。那我们来对比一下，现在是牛市哦，就是你要认清现实，现在是牛市。如果你能踩到一个波段低点的位置，就比如说2020年的这个位置，我们反手设一个8000美金附近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涨到高点的位置，比如说6万附近，后面的一个盈亏比是 500%。 所以比特币就这1年或者是半年多，希望朋友们你底部买的筹码，或者是这个 20K 买对的，或者这个 25K 买对的，自己去计算一下，尽量要给我把期货报成大长线，不管你是10倍还是100倍，前面在底部有一些朋友开的125倍的杠杆，也是希望一定要给我抱住，因为进场点位特别是高倍的杠杆，踩对的位置是非常来之不易。我们如果做对一笔，就比如说我个人在 15K 做对的一笔多大，未来它价格万一是涨到顶部的位置，我不知道要涨到哪一个位置，这边的一个空间是多少？1800%乘以10倍的杠杆，那不就是180倍的利润？你如果是开100倍的杠杆，那就是1800倍的利润。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要认清现实啊！现在趋势是向上，每一次有转折压回的低点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也就是这个 20K 的位置，你如果有做对的多单，然后未来它价格有可能涨到哪一个位置，自己拉一个风险的盈亏比。万一是比特币将来涨到 30K 的位置，那这一个收益率是1450%。看你的杠杆，10倍的话有可能就是140倍，你如果开100倍就是1400倍。所以我个人也是这样子，就是 25K 开对的一些多单，目前也还是选择继续抱，然后再计划它将来如果涨到顶部的位置，也是1000%的利润，乘以10的话，10倍那就是100倍啊，或者是你开100倍的杠杆，那就是1000倍。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2015年的一个走势啊，也是一样，就是趋势要认清啊，趋势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第一波涨了1倍，但是后面再上去，每一次像这种低点的位置都是我们重新利用，不管你是现货有利润，可以拿现货的利润再继续开币本位的杠杆。15年知道是没有期货，就比如说这一个低点的位置，我们可以设一个反手，可以观察一下，如果 10%， 然后你开多少倍的杠杆，10倍还是100倍，到顶部的位置这边是3700%，10倍的话那就是370倍。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利用少量的资金去撬动未来财富自由的一个杠杆，有没有可能给你赚一个1000倍或者是100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